穿越斗罗成了史莱克内院大师兄。我本该是全院最耀眼的天才，却在一次猎魂行动里替队友挡下魂兽袭击，一身魂力当场散尽。更离谱的是，自小和我定下婚约的马小桃，在我最落魄那天递来退婚书，还嫌我配不上他。本以为我这辈子只能当个废人，结果一纸退婚刚签完，我沉寂2年的心脏武魂竟2次觉醒，90级魂力一夜回归。此时马小桃正站在我面前，眼神冷得像从没爱过我。玉天九，以前你是高不可攀的内院第一人，是我仰望的英雄，可现在呢？你哪里还有半点当初的气质？他把退婚书推到桌上，语气坚定的没有一丝犹豫。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，我们分开吧。我看着那张纸，心里反而平静的可怕。这些年他邪火发作时，是我用冰龙王武魂一次次帮他压制；他修行遇到瓶颈，也是我替他寻找资源，陪他熬过最难的夜。可现在我魂力尽失2年，他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愿留给我。现在的你已经配不上我了。马小桃昂着头，像是终于把压在心里的真话吐露出来。你总不能拦着我奔向更好的人吧？他越看我平静，越像被刺痛了一样。也许在他想象里，我该抱着他苦苦哀求，该求他别走，该承认自己离不开他。可惜他想错了。我缓缓起身，明明身上没有半点魂力波动，身为魂帝的他却下意识退了半步。马小桃，当初你被邪火折磨到失控，是谁求我用冰龙王武魂救你？我嫌弃过你的邪火凤凰吗？既然要分开，给彼此留点体面很难吗？他脸色微白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找不到合适的话。可片刻之后，他像是破罐子破摔，眼神又硬了起来。我的邪火越来越强，你现在无法调动极致之冰，虽然清净之后能缓解，可你的身体根本吃不消。我也是为你好，为我好。我差点被气消，吃不消的是谁？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冷冷看着他，别把自私包装成成全。你想离开可以，别把责任扣在我头上。马小桃眼底闪过恼怒，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的话已经讲完了。他把退婚书往前一推，我没有半分迟疑，拿笔签下自己的名字。他反而愣住，九哥，你不犹豫一下吗？我把笔放下，声音淡得听不出情绪，别叫这么亲密，我们已经分开了。那一刻，马小桃像是忽然空了一块，可他眼底那点失落，很快又被骄傲压了回去。我收起退婚书，转身离开史莱克，我也不打算继续待了。这门婚约是海神阁素老牵线，穆老亲自定下，马小桃敢退，背后必然有严少哲等人的默许。换句话看，学院也在用这件事告诉我，史莱克不养闲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厚着脸留下？月色下，我挖出珍藏多年的烈酒，一坛接一坛往嘴里灌，酒水顺着胸口滑落，心脏却跳得越来越快，砰砰砰，像有什么枷锁在体内断开，久违的魂力竟如江河倒灌般在经脉里奔涌。背后一颗七彩心脏虚影悄然浮现，可我早已醉倒在桌前，完全没有察觉。第二天清晨，阳光落在脸上，我睁开眼，第一反应就是怔住，魂力回来了，不止回来了，还比受伤前更凝练。心念一动，七彩心脏虚影在身后跳动，每一次泵血都像在替我凝聚魂力。我低头看着掌心，嘴角压都压不住。2年里，我试过无数办法，结果真正让我挣脱桎梏的，竟是一张退婚书。时也，命也，如今我只差一枚魂环，便是封号斗罗。20岁的封号斗罗，整个大陆都闻所未闻。只要我现在回到史莱克，内院大师兄的位置会立刻回到我手里，下一任海神阁主也未必没有我的份，甚至马小桃也很可能回心转意。可我已经不需要了，2年时间足够看清太多人。我受伤后，宿老们对我使用学院资源颇有怨言，可那些资源明明是我剿灭邪魂师，拿下高级魂师大赛冠军应得的奖励。我累了。门外，林洛尘一身白裙，站得有些局促。他性格一向清冷，可看见我时，眼底却多了几分藏不住的担忧。洛尘学妹，有事吗？他犹豫片刻。昨晚我听见你和小桃争执，像是聊到分开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我没有隐瞒，我和他已经解除婚约了。林洛尘瞳孔微颤，心跳都乱了半拍。我低头收拾行李，又摘下右手的魂导器递给他，里面有3块魂骨，还有数万金魂币，有空帮我转交给穆老。这些年他确实照顾过我。3块魂骨是我在大赛与猎魂中得到的奖励，因为不适合自己，一直没有融合。林洛尘握着那枚还带着体温的魂导器，半天没有开口。他能猜到我离开的原因，魂力尽失，资源被削。素老冷眼，未婚妻退婚，对曾经骄傲的内院大师兄而言，这些刀子一把比一把狠。大师兄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他没有劝，因为他清楚我的性子，一旦决定就不会回头。很久没回宗门了，先回天龙门。我走出校门时，回头看了一眼史莱克，这里承载过我的荣耀，也留下了太多失望。有缘再见，洛尘学妹。我的身影没入人海后，林洛尘还站在原地，他攥紧拳头，眼底全是后悔。他喜欢我很多年，最初是因为冰系武魂的吸引，后来是被我的天赋与人品折服。可马小桃和我的婚约像一座山，他只能把心意藏起来。如今机会来了，他却还是没能开口。他望着史莱克内院方向，眼神渐冷。马小桃啊，马小桃，大师兄这么好的人，你竟然也舍得丢？训练场上，马小桃正在给霍雨浩擦汗。弟弟，你进步太大了，精神共享消耗不小，好好休息。霍雨浩连忙躲开，姐姐，我自己来。王东在旁边翻了个白眼，哟，霍雨浩，你可真辛苦，还有人给你擦汗。同为女生，她一眼就看出马小桃没那么简单，偏偏霍雨浩还傻愣。场下，林洛尘等人神色复杂。我和马小桃解除婚约的事已经在内院传开，当年我们是学院模范情侣，所有人都羡慕。可现在刚分开，马小桃就对霍雨浩关怀备至，那些议论声很快传进严少哲耳中。玄子一边喝酒一边啃鸡腿，满脸不在乎。当初找我商量解除婚约的人是你，现在又后悔。严少哲揉了揉眉心，我没想到天九一声不吭就走了。他们确实替马小桃做了主，毕竟在他们眼里，我已经是普通人，而马小桃未来很可能入主海神阁，权衡
利弊后，被委屈的人自然只能是我。玄子冷哼，史莱克不养闲人，学院帮他治了2年，浪费那么多资源，依旧没有魂力。我要是他，早就灰溜溜走了。他一直记着当年猎魂事故，那次他贪吃误食，害我伤到本源，学院关了他半年禁闭。我还向穆恩控诉过他的失职。在玄子眼里，一个小辈敢顶撞自己，本身就是不敬。现在的重心是全大陆高级学院魂师大赛，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。可下一刻，一股苍老的声音从门外响起：“等等，穆恩来了！”严少哲立刻迎上去，心里却有些发虚。穆恩没有看他，目光直落马小桃身上。马小桃，你和天九究竟怎么回事？强大的气场压得全场噤若寒蝉。马小桃强忍恐惧：“穆老，我和九哥已经分开了。”穆恩冷笑：“婚事是海神阁素老牵线，老夫亲自做媒，如今一句分开就算了，给老夫一个理由。”他刚闭关出来，本想带着古籍中找到的恢复办法去找我，结果等来的却是我离开学院以及内院满天飞的退婚八卦。马小桃求助的看向严少哲，严少哲却低着头不敢插嘴，因为你觉得大师兄成了普通人，配不上你了，对吗？林洛尘站了出来，声音冷得像冰。马小桃慌了：“你别乱扯，我们只是不合适，你就是嫌他拖累你，用冷暴力逼他离开。”林洛尘毫不退让。穆恩眼睛微眯，来之前他已经听过不少经过，他怎么也没想到马小桃竟会主动退婚。这些年我对他的宠爱，众人都看在眼里。马小桃眼眶发红，九哥一直没有好转，普通人和魂师本来就是2个世界，分开对彼此都好。严少哲终于硬着头皮帮腔：“老师，天九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合适和小桃在一起。”穆恩看着他，只剩一声叹息。训练继续，可马小桃状态大乱，接连失误。玄子怒斥：“马小桃，你究竟在干什么？再这样就别参加大赛了。”与此同时，数十名内院师兄联合退学的消息传遍学院，他们敬重我，认为我是被学院逼走，干脆追随我离开。学院高层紧急澄清，声称他们触犯校规被辞退，可没有一个弟子相信。林洛尘也主动退出史莱克七怪，并办理退学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他无法与马小桃并肩作战。史莱克七怪是学院最高荣誉，无数人求都求不来，他却毫不犹豫放弃。自他离开后，戴耀恒等人也开始有意疏离马小桃。马小桃抱着膝盖坐在角落，满眼委屈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又不是我赶他走的。可他心里清楚，众人态度转变，全因我。学院为了维护尊严，向大陆各国发信，严禁接收那些退学弟子，就连他们所在宗门的后辈，未来10年也禁止入史莱克。这就是史莱克的回应，傲慢、强硬，还觉得理所当然。霍雨浩走来，把水递给马小桃：“姐姐，你和大师兄真的分开了吗？”马小桃抬起眼，委屈地看着他：“是啊，雨浩弟弟，你也觉得姐姐错了吗？”霍雨浩连忙摆手：“我自然希望姐姐好，玄老那些话你别放心上，我们一起努力。”马小桃心里的阴霾顿时散了不少，只要霍雨浩理解，他又何必在意旁人目光？远处，王东气得牙痒痒，黑锤武魂都快冒出来了。而此刻的我，正骑马望着龙城城楼，终于回家了。天龙门与穆恩关系匪浅，本源都能追溯到万年前的蓝电霸王龙家族，只是时代变迁，家族没落，才分支而立。我突然回来，也不清楚老爹会是什么表情。议会堂内，老天龙正翻着古籍，这2年他一直惦记我的伤，拜访了无数治愈系封号斗罗，求遍恢复魂力的仙草，哪怕我毫无好转，他也从未放弃。他一抬头，看见我站在门口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爹，我回来了！一声轻唤，老天龙眼眶瞬间红了。臭小子，回来也不提前让人传个信。他擦了擦眼角，又盯着我看，满脸心疼。瘦了，这次回来多待几天。我轻轻摇头，爹，我不回学院了。老天龙脸色一变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你开口，爹现在就去讨个交代。这是我的决定，我和马小桃已经分开，也没必要留在史莱克。再提马小桃，我心里已经没什么波澜。砰的一声，老天龙手里的茶杯化成齑粉，欺人太甚！我把那丫头当亲闺女，她竟然主动退婚，当初就不该同意你们在一起。她比谁都了解我，以我的性格，不可能主动提退婚，是她没福气。以后爹给你找更好的，你不回史莱克就不回，咱家大业大，还能饿着你。他怕我受刺激，又连忙安慰：未来的事谁能看死？玉小刚50岁才突破30级，不也教出一个神？爹一定给你找到恢复魂力的法子。他握住我的手，瞳孔却猛然收缩，强悍魂力从我掌心传出。天九，老天龙震惊到失语。我笑了，本体武魂2次觉醒后，魂力不但恢复，还到了90级。未来太久，我只争朝夕。老天龙放声大笑，20岁的封号斗罗，久而有成神之姿。哪怕当年的唐三，也是25岁才成封号斗罗。祖先玉小刚只是教出一个神，而我或许真能自己成神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去极北之地取第9魂环，可我没想到麻烦来的比计划更快。几名黑衣怪人进入龙城，身体某处器官都异于常人。为首者墨绿色皮肤，正是本体宗宗主毒不死。他早在魂师大赛时就盯上我，心脏是本体武魂中极其特殊的位置，他一直想把我带回本体宗，甚至当年差点和穆恩动手。半个时辰后，天龙门弟子倒了一地，老天龙赶来，脸色阴沉：毒不死，你好歹也是封号斗罗，竟对普通弟子下手。毒不死摆了摆手，只是睡一觉，老夫今日找人，让玉天九跟我回本体宗。老天龙想用我魂力尽适当借口，可毒不死毫不在意。史莱克做不到，不代表本体宗不行。我从门口走出，毒不死一看见我，眼里立刻多了几分惋惜。当初你要是跟我走，哪会成这样？本体武魂2次觉醒，未必不能让你恢复。我没有解释，只让魂力在体内流转。七彩心脏虚影浮现的一瞬，毒不死瞳孔紧缩，眼神炙热的吓人。再给老夫看一眼，就一眼。他抓着我胳膊，像发现了绝世宝贝。很快，他又察觉到我的魂力气息。你已经90级了。我苦笑，前辈，先松手。毒不死立刻纠正，别叫前辈，以后你就是本体宗下一任宗主，我亲自传你本体修炼之法，先叫声老师听听。老天龙站在旁边，整个人都懵了，我怎么突然就成了本体宗下一任宗主？
宗主。独不死掏出一枚刻着本体宗的令牌，直接塞给我，这是宗主令，本体宗任你出入，长老也听你调遣，不准丢，否则老夫灭了天龙门。老天龙嘴角一僵，这位本体斗罗上一秒亲近热络，下一秒就要灭人满门，确实够离谱。可我并不排斥，本体宗行事随心，却极其护短，至少在这里，我不会再受史莱克那种委屈。我收下令牌后，独不死满意的点头。接下来，他亲自查看我的神级觉醒，七彩心脏每一次跳动，血脉里都会有微光闪过，魂力也随之精进。独不死越看越羡慕，心脏2次觉醒后，每一次迸血都等于凝聚魂力，战斗消耗还不到同阶一半。照这样下去，10年内冲击极限斗罗都不夸张。随行长老刚想请他回宗门，独不死直接摆手：“你们先回去，从今天起，我就跟在天九身边，史莱克护不住的人，我独不死来护。”就这样，独不死住进了天龙门。他虽然脾气怪，教我却毫不藏私。训练场上，我将魂力集中到手臂，整条手臂瞬间粗壮数倍，金光暴涨，一掌落下，地面轰然塌陷，裂纹一路蔓延到墙根。我长出一口气，这才是本体武魂真正的奥秘。穆恩虽是极限斗罗，可术业有专攻，过去我对心脏武魂的使用简直像瞎摸。独不死正要继续指点，忽然皱眉，又有客人来了。天龙门最近真热闹，来人是蔡妹儿，她顶着烈日站在门口，等了半个时辰，火气早就压不住。护卫刚回报门主身体不适，他便大手一挥，直接闯进天龙门。老天龙坐在主位，脸色难看。蔡副院长有话直讲。蔡妹儿坐下，语气高高在上。玉天九呢？离开学院连招呼都不打，他就是这样尊师重礼。学院资源分配上确实亏待他，可他的魂力没好转，总不能一直把资源丢进无底洞。至于他和小桃的婚事，既然分开，就像个男人一样大度点。够了！老天龙一掌拍碎茶桌，我的儿子轮不到你教训。早知史莱克是这种态度，我绝不会把他送去。至于马小桃，邪火凤凰也配真龙？我天龙门一流宗门，儿子被主动退婚，你让其他宗门怎么看？蔡妹儿冷哼，破邪龙魂枪浮现，老天龙身后，蓝电霸王龙虚影咆哮，两股力量碰撞，气浪直接震碎厅内桌椅。老天龙魂力略逊，被震退一步。蔡妹儿眼底闪过不屑，让玉天九跟我回去。穆老已经决定补贴他的资源，我把小桃当亲女儿，没有母亲愿意看孩子嫁给普通人，你该理解。老天龙攥紧拳头，恨自己为何没有更强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冰冷声音响起：“好一个史莱克，老夫倒要看看今日谁能带走我的爱徒。”独不死身影瞬间出现在蔡妹儿面前，啪！一记耳光抽得她发丝散乱，右脸浮现5条指痕。蔡妹儿又惊又怒，破邪龙魂枪刺出，却被独不死一根手指捏碎，她当场喷血，这才看清来人，墨绿色皮肤，整个大陆只有本体宗独不死。独不死，你竟敢打我！我背后可是史莱克！啪！又一记耳光落在左脸，独不死神色平淡。史莱克之内，除了穆恩，旁人老夫还真没放眼里。别说2巴掌，便是打断你手脚，又能如何？蔡妹儿终于怕了，往后再敢打我徒弟主意，老夫亲自打上史莱克。众人齐齐错愕。徒弟，蔡妹儿艰难开口：“您指的是玉天九？明知还装糊涂。”这句话如重锤砸下。我刚离开史莱克，转身就成了本体宗亲传，巨大的落差，所以让任何史莱克之人难以接受。独不死看在穆恩和我的情分上，没有继续追究，却拦住了准备离开的蔡妹儿。天九已和马小桃解除婚约，这些年老天龙送去的礼物也该归还。蔡妹儿脸色难看，送出的东西哪有往回要的理？独不死冷笑：“当初送礼是为促成婚事，如今婚约作废，自然物归原主。你若不讲规矩，老夫有的是办法让你体面。”老天龙心里畅快，当场列清单，共536万7000金魂币，给你抹个零头。蔡妹儿差点眼前一黑，清单里不仅有送给马小桃的资源，还有给他和严少哲的礼物。他身上没那么多钱。独不死直接取走他的魂岛储物戒，把魂骨、魂导器全折算进去。滚吧，往后安分做人。蔡妹儿狼狈逃离龙城，远离后才一拳打断大树，欺人太甚。天龙门本体宗，我记下了。而我站在天龙门内，看着折算来的财物，心底只剩冷意。10多年情分，终究不是金钱能衡量的。昨日已成过往，我的目光早已望向更广阔的天地。3日后，从史莱克退学的内院弟子抵达龙城，他们明知学院尽力，也没有后悔。我亲自出门迎接，看见林洛尘时，还是有些意外。洛尘学妹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队伍里有人起哄，大家都看得出他对我的心意。只是从前我心系修炼与马小桃，从没留意。林洛尘脸颊发红，连忙制止。我把众人迎入门内，今日不醉不归。夜里，天龙门灯火通明，众人围坐一桌，像回到了史莱克内院那段日子。我简单讲了进来的经历，他们纷纷替我高兴。大师兄的天赋绝不会埋没，马小桃不懂珍惜，是他亏了。酒过3巡，我起身看向众人：你们为我放弃学业，我会负责。愿意留下的，天龙门欢迎；不想留下的，我也能托关系在天魂帝国安排去处。众人异口同声：我们愿意留在天龙门。天色破晓，我安排下人送大家回房休息。身后传来轻柔声音：天九。林洛尘红着脸走到我面前，鼓足勇气：我喜欢你。我愣住，他却没有退。从你觉醒冰龙王武魂开始，我就被你吸引，哪怕你身受重伤，我也从未放弃。我嫉妒马小桃，她拥有你却不懂珍惜，我心里百感交集。受伤2年里，他常送药材，只称家里用不完。现在想来，那些东西很可能是他省吃俭用换来的。他忽然抱住我，声音微哽：来之前我还想，若你过得不好，我就带你回乡。可看见你重回巅峰，我才发现我们之间好像更远了。我身体一僵，精神力能分辨他每一句都是真心。我抬手落在他肩上，我现在还有太多事要处理，暂时无心谈感情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他抱得更紧，却没有逼我。高楼上，独不死和
和老天龙把这一幕看在眼里，相视一笑。这姑娘心性不错，还是冰属性武魂，比马小桃强得多。毒不死饮下一杯酒，只要天九喜欢，老夫亲自指点，保他未来冲击封号斗罗。与此同时，史莱克海神阁再度议事，蔡妹儿把龙城遭遇添油加醋搬上台面，御天九拜入毒不死门下，这是欺师灭祖。毒不死当众长乖我，就是挑衅史莱克威严。严少哲见妻子受辱，也怒火中烧，众宿老纷纷附和，目光全落在穆恩身上。穆恩缓缓开口：你们打算如何制裁本体宗？让老夫这把老骨头去和毒不死拼命吗？全场瞬间安静。严少哲不甘，动不了本体宗，天龙门总要追责。穆恩目光冷了下来，当初礼物是老天龙自愿赠予，婚约解除索回财物，合情合理。再者，谁准许你们私下收其他宗门众物？严少哲夫妇哑口无言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天九选择离开，我尊重他的决定。议事结束后，穆恩独自来到拟态修炼场，张乐轩正被旧年噩梦困扰，修行进度缓慢。穆恩看着他，忽然卸下当年的约定，我当年同意帮你报仇，条件是你留在学院，日后与贝贝结为伴侣。如今这约定解除，你随心生活就好。张乐轩正在原地，另一边马小桃邪火再次发作，剧痛席卷全身，他下意识伸手摸索，九哥，我好疼。可床边空无一人，他这才想起我已经离开。从前邪火躁动，无论多晚，我都会守着他，哪怕魂力尽失，也会动用冰龙王武魂帮他压制。一夜煎熬后，邪火终于平息。蔡妹儿推门进来，马小桃立刻抬头，九哥有没有回学院？蔡妹儿怒火上涌，别提那个叛徒，他拜入本体宗，害我被毒不死当众长怪，简直忘恩负义。马小桃难以置信，98级巅峰斗罗毒不死竟然收我为徒，他心里不由生出一丝羡慕，却很快安慰自己，史莱克都治不好我的旧伤，本体宗又能有什么办法？蔡妹儿眼神阴狠，全大陆大赛快开启了，天龙门和本体宗都会参赛，你们务必拿冠军，有机会就废掉对方选手。蔡妹儿离开后，马小桃看着凌乱房间、空水壶和堆积衣物，心里一阵烦躁。这些琐事过去都是我默默打理，他倔强的喃喃，没有你，我一样能过好。天龙门内，我安顿好投奔弟子，又开始思考宗门资源。林洛尘走来，把魂导镯递给我，这是我多年积攒的财物，你先拿去应急，新旧弟子也要协调好，别因资源起争执。我看着手镯，心里很暖，和马小桃相伴多年，他从未这样毫无保留支持过我。我把手镯还给林洛尘，资源我有办法，凭本体宗和天魂皇室的关系，不成麻烦。放心，我不会让大家后悔来到这里。我很快把目光放到地龙门，地龙门与天龙门同在龙城，龙类武魂体系相近，还掌握冰晶矿脉，与其内耗，不如合并，成立全新的龙门。南水水原本谨慎，直到我释放封号斗罗威压。少宗主今年几岁？20。厅堂里一片哗然，南水水当机立断，不必等明日，我同意两宗合并。他看得很明白，一个20岁的封号斗罗，值得地龙门全力压住。两宗合并后，我带毒不死前往极北之地，白雪茫茫，我猎杀10万年冰蛟，吸收第9魂环，正式踏入封号斗罗。9枚魂环环绕周身，2枚10万年血色魂环格外刺目。毒不死守在一旁，你小子运气不错，一路只遇到泰坦血魔王，倒是可惜，老夫还想再找冰帝打一场。我心里清楚，冰帝早已献祭给霍雨浩。2年前，我在极北吸收第8魂环时遭遇危机，是雪帝暗中相助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。按照时间推算，雪帝胚胎会在大赛期间现身星光拍卖场。可就在返程途中，我们遇上2名封号斗罗厮杀，一声怒吼传来，为了1枚10万年魂兽胚胎，你竟赶尽杀绝！10万年魂兽胚胎，我和毒不死对视一眼，立刻追了上去。黑袍9级魂导师刚杀掉同伴，见我们出现，立刻丢出魂导储物器，里面有2块魂骨，想换自己离开。毒不死根本不吃这套，把胚胎留下。大战瞬间爆发，黑袍人魂导枪炮齐出，火力网覆盖雪地，毒不死化作绿色巨人，硬顶炮火毫发无损。黑袍人趁雪崩逃窜，我身后冰龙王武魂现世，极致寒意封锁四方，瞬间把他冻成冰雕。他终于服软，愿交出所有宝物求命。毒不死冷哼，杀了你，东西一样归我们。一掌落下，黑袍人头颅化成血雾，我取下魂导储物戒，抹除精神标记，金色光晕照亮黑夜。1枚9级魂导气封神台悬浮半空，里面洁白人形气流静静浮动，正是雪帝。他睁开冰蓝色眼眸，寒意透骨。我请毒不死把胚胎交给我处置，他毫不犹豫同意。我以精神力安抚他，承诺局势安稳后再谈未来。躁动的胚胎气流很快平静下来。返回天龙门后，我布下结界，单独与雪帝沟通。他敌视人类，也疑惑我为何能认出他。我用极致寒意共鸣搪塞过去，又取出万载玄冰髓作为合作筹码。雪帝原本不屑，可看见万载玄冰髓时，情绪终于动摇。此物吸收一次，可抵他100年苦修。最终，他以自身本心起誓，同意加入天龙门。等大赛结束，我会请天魂皇室拆解封神台，助他无损重生。与此同时，明斗山脉出事了，史莱克小队奉命剿灭死亡之手盗匪团，众人自是有玄老坐镇，完全没把魂王级盗匪放眼里。可洞穴深处，邪魂师首领操控尸体自爆，爆炸瞬间席卷洞窟。马小桃、戴耀恒重伤，陈子峰右腿炸裂，姚浩轩半身损毁，众人死伤惨重。本该护航的玄老，竟因贪吃饮酒没有跟进山洞。等他赶到，邪魂师首领又趁乱掳走霍雨浩。这一刻，众人对玄老的崇敬彻底崩塌。他们想起上一回玄老贪吃误事，若非我及时出手，12名学员早就丧命。那时我指出学院隐患，却被嘲讽小题大做。如今悲剧重演，没人还能笑出来。海神阁内，穆恩震怒，直接免去玄老所有高阶职位，让张乐轩接替。众宿老求情，穆恩甩出伤情报告：上一次若不是天九收拾烂摊子，你们以为还有多少孩子能活？
全场死寂。而我带着天龙门精锐赶往星罗城参赛，途经明斗山脉周边村落时，看见的却是满地血色，村落惨遭屠戮，枯树上挂满头颅，墙上留着死亡之手的挑衅痕迹。我强压怒火，展开神级精神力覆盖山脉，很快锁定一处隐蔽洞穴，洞内还有幸存者哭泣。邪魂师甚至把活人改造成自爆武器，准备送往军营制造混乱。我迅速部署，封锁洞口，开启防护魂导器，不让一人逃窜。众人全力出击，将残余邪魂师全部清剿。战后，我安排弟子通知驻军，接管幸存村民，又带众人继续奔赴星罗城。星罗城因大赛人山人海，独不死提前安排住处，却偏偏指定到玫瑰酒店。更离谱的是，房间只剩8间，只能2人1间。他特意把我和林洛尘安排到同一间，房间里粉色灯光、玫瑰装饰、磨砂浴室若隐若现，走廊隔音还差得离谱。林洛尘脸红得快滴血，他沐浴后换上睡裙，和我坐在阳台闲谈。他醋意藏都藏不住，你还会挂念马小桃吗？我无奈一笑，替他擦干湿发。我已经放下了，别胡思乱想。我去沐浴时，他躺在床上，心里期待又紧张。可等我出来，他已经因连日奔波睡着。我替他掖好被角，俯身亲吻额头，恪守分寸。大赛正式开幕，全场发现史莱克首战竟由霍雨浩带预备队出场。比赛一开始，霍雨浩周身浮现6圈10万年魂环，极致威压震慑全场。我传音叮嘱门下弟子稳住心态，作为2届冠军，我的赛前特训极有针对性，即便他们魂力不是最顶尖，实战也绝不弱。首轮结束后，我带林洛尘前往星光顶级拍卖会，目标是猎榜刻刀。那柄刻刀带着诅咒，却由生灵之精打造，蕴藏海量生机，以我的极致之兵，足以压制怨念反噬。拍卖会上，霍雨浩也盯上刻刀，与我轮番加价，价格一路飙到70万金魂币，最终被我拍下。之后，拍卖会追加冰碧帝皇蝎左臂魂骨，林洛尘明显心动，我已有左臂魂骨，这块正适合他，于是我直接出价3000万金魂币，全场死寂，再无人加价。霍雨浩不甘，催动精神力探查神秘买家，却刚一接触就脑海轰鸣。冰帝在他识海里京剧提醒，对方身负远超自己的极致冰寒血脉威压，霍雨浩立刻联想到我。拍卖结束后，星罗公主许久察觉我身形熟悉，派人调查黑金卡身份。回到酒店，我取出魂骨，极寒之气瞬间冰封房间4壁。林洛尘尝试融合魂骨，桀骜高傲，撕裂般的痛让他几乎失声。我立刻催动冰龙王武魂，血脉压制让躁动魂骨安分下来，又以魂力护住他心脉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大冰属性精神力猛然闯入房间，我脸色一变，不好！冰龙王武魂瞬间爆发，2股精神力在房间内强势碰撞，最终冰龙王凭借血脉位格碾压对方，将那股精神力逼退。史莱克会议室内，霍雨浩满头冷汗，冰帝在识海里满脸惶恐。雨浩，那个人已经是封号斗罗，接下来你必须小心。严少哲满脸不可置信，你能确定拍下藏品的是玉天九吗？霍雨浩苦笑，我只能确定他的冰属性在我之上，至于是不是大师兄，我不敢断定。房间陷入死寂，马小桃站在窗边，神色恍惚。如果真是我不但恢复实力，还能豪掷3000万金魂币。他心里既期待又害怕，甚至偷偷希望那只是另一个拥有极致之兵的魂师。另一边，我帮林洛尘融合魂骨后，按照独不死留下的地址来到一间杂货铺。屋内，本体宗长老围着星罗城城防图。独不死见我进来，笑着介绍，这位是本体宗新任门主。长老们纷纷行礼，眼神却难掩震惊。独不死让他们守好各自区域。最近星罗城人流暴涨，邪魂师趁机潜入。本体宗名声虽不算好，却不会坐视邪魂师祸乱一方。我取出是灵刻刀，请独不死护法。怨念扑面而来，被我随手抹去。刻刀污秽褪尽，变得澄澈如水晶，青色生命力涌入胸口，不断冲刷4肢百骸。没有第2世海承载，我便效仿伊莱克斯，用生灵之精铸造永恒之心，海量生命力汇入心脏，青色纹路沿血管蔓延，每一次跳动都让身体迎来蜕变。门外，独不死感受到外泄生命气息，顺势引动入体，连积压多年的暗伤都开始好转。他大笑起来，好东西，老夫又能多活几10年了。夜色里，龙逍遥带着圣灵教供奉张鹏路过，察觉生命气息，认出独不死，2位顶尖强者就愿爆发，约去城郊交手。独不死见我气息平稳，便追了出去。张鹏站在原地，心思却落到屋内。本体宗近期斩杀不少邪魂师，他想趁独不死离开报复。他悄悄潜入房间时，我刚好完成蜕变，修为突破93级。我睁开眼，正对上他阴冷目光。张鹏双拳齐出，虎啸震耳，我不退反进，正好拿你试试现在的肉身。9枚魂环亮起，2枚血色魂环让张鹏心头发紧，他化作黑色巨虎，暗紫色眼眸凶光毕露，暗魔邪神虎亚种武魂，兼具肉身与精神攻击。可我没有动用武魂真身，只是一拳轰散大片暗影魂兽。下一瞬，我来到他面前，虎爪砸在我胸口，如撞山岳，瞬间断裂。张鹏惨叫，我抓住虎头，一拳砸下，第2拳直击胸膛，把他轰进地面。他血肉模糊，眼里全是恐惧。你明明没用武魂真身，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？他掏出魂骨和灵草求饶，我看都没看，动手那一刻你就该料到结局。远处，龙逍遥声音压来，小子，住手！张鹏大喜，以为自己活了，可下一秒，我的拳头直接穿透他的胸膛。龙逍遥赶到时，张鹏已经毙命，他怒火中烧，为何不停手？我神色平静，他先对我动手，自然要承担死亡后果。独不死及时赶到，挡在我身前。好，不愧是我本体宗门主。龙逍遥打量我，眼中闪过惊疑。本体宗门主，独不死魂环尽亮，他是我本体宗之人，你若想动手，老夫奉陪到底。就在气氛紧绷到极点时，星罗帝国4位护国斗罗现身，星罗帝王徐伟洲也走出暗处，他请龙逍遥给星罗一个面子，就此离去。龙逍遥收起张鹏尸体，深深看
看了我一眼，此事圣灵教不会就此作罢，但愿独不死能护你一辈子，不劳前辈挂心。龙逍遥心里暗暗赞叹，以我的年纪和实力，面对极限斗罗仍无惧色，若不是独不死抢先，他甚至想收我为弟子。龙逍遥离去后，徐伟洲向独不死致谢，感谢本体宗清剿邪魂师，维护星罗城安稳。独不死懒得赴宴，正要离开，徐伟洲又看向我，明斗山脉清剿死亡之首余孽一事，白虎公爵特意传信致谢，也预祝天龙门大赛取得佳绩。我微微颔首，心里却清楚，星罗皇室已经查清我的底细。皇宫会议厅内，护国斗罗们看着魂导器记录下的战斗画面，全场死寂，未动用武魂真身便碾压超级斗罗。徐伟洲沉声开口：“你们可知他今年几岁？”众人沉默。20，会议厅瞬间哗然。次日清晨，我开始研究循环赛对手，把各方选手实力特点逐一记录，制定战术。林洛尘走到身后，将毛毯搭在我肩头。我解释，即便对手实力一般，也要做好准备，同时隐藏底牌，避免后续被针对。循环赛开启，观赛区全面开放，天龙门休息区被安排在皇城城墙旁，位置极佳，还有专人侍奉。周围不少学院眼红抱怨，一个无名龙门凭什么享受这种待遇？我抬眼对上看台上的徐伟洲，立刻明白这是帝王授意。与此同时，徐九九站在兄长身边，目光落到我身上，心跳微快。他已经查清，拍下刻刀与魂骨的人就是我。史莱克休息区里，严少哲、紧盯霍雨浩等人，担心他们顶不住压力。马小桃却什么都听不进去，他呼吸急促，目光死死锁定对面休息区。时隔3个月，他终于再次见到我。我不但恢复了实力，还坐在全场最好的席位，身边有林洛尘，有天龙门，有本体宗，有星罗皇室暗中示好。他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涩与不甘。当初被他亲手推开的男人，如今已经站在比史莱克更刺眼的位置。马小桃攥紧拳头，终于起身朝我走来。他想弄清楚，为什么我离开的那么干脆，为什么我恢复实力后没有第一时间回头找他，更想亲口听我一句，他到底还算不算我的旧人？可他刚迈出一步，林洛尘已经站到我身侧，冰冷目光直直迎了上去。